律宾啊，借助印度的力量，要对黄岩岛方向有一个大动作。在南海问题上呢，中菲之间呢会继续有波澜。但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啊，就是看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最后是否能够达成。菲律宾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可以说，这个南海局势平静了一段时间之后啊，现在因为菲律宾的政局变化和美国对抗中国的这个步骤越来越紧，南海局势再起波澜。菲律宾呢，在南海方向的各种防务调整也在快速的进行着。你看，最近啊，菲律宾西民都洛省的卢邦镇这个地方政府呢，就向菲律宾捐赠了卢邦岛这个有10公顷的这个土地，说法是呢，说这个有利于我们当地发展经济，但实际上呢，菲律宾的军方在这里将会建造军事设施来部署印度提供的布拉莫斯导弹。卢邦岛的地理位置，我们要看一下地图啊，它真的是比较特殊的啊，位于菲律宾的西北部，它靠近这个马尼拉湾，距离这黄岩岛呢也就300公里。那么现在根据印度方面公布的信息来看，他们岸基的布拉莫斯导弹呢射程为290公里，但实际上来讲呢，这个里边进行一些操作呢，它超过3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啊。咱们先不说直接打到黄岩岛上啊，这个即便是它射程按它所公布的290公里来说呢，如果说是菲律宾就在这卢邦岛上，它要部署这布拉莫斯的话，那么呢，它可以有效的打击黄岩岛东部和南部航行的船只。当然了，菲律宾的这种调整啊，它不会从根本上去改变南海的整体局势，但是对南海问题的后续发展注入了不确定性和负面的因素。咱们看这小马可斯上台之后啊，他明显的调整了杜特尔特时期的政策，他更加倾向于美国这一边。不过也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能说他进行了一个大的转向，就一路走向了亲美的这个路子，咱们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菲律宾的内部各种势力呢，也是分歧比较大，也相当的复杂。大体上我们一般都说啊，菲律宾的北部它比较亲美，中部和南部呢更强调菲律宾自己的独立性。军方和一些政治世家呢，它比较亲美，而另外一些本土的这些政治和经济世家呀，它并不亲美，甚至还有一定的厌美和反美的情绪。作为小马可斯的家族，那个是依靠美国，他的背后是要靠美国来支持的，应该算作一个亲美派。但是呢，他不算是特别亲美的，他算不上是美国的铁杆代言人。因此呢，美国也经常去收拾这个马克思家族啊。小马克思当政之后呢，他首次出访，这重要的第一次出访，那当然要去美国了。这明显是在调整以前杜特尔特适当疏离美国那个政策，要和美国更加走得近一点。但是呢，你看他去美国，你说他是调整和美国的政策走得更近一点吧？回国之后，他就把谁呀？把这个当时非常亲美的国防部长给换了，任命了现在这个并不极端亲美的加尔维斯当这个防长。这就是小马可斯整体平衡政策的一部分。你看他的在国内问题处理上的之后，他还是要拿捏住这些在亲美和这个强调菲律宾独立性方面，还要是拿捏的更稳当一些。菲律宾呢是东盟的重要国家，这咱就不用说了，是吧？也是东盟里非常特殊的一个国家。这菲律宾啊，是美国唯一的一个海外的殖民地，这100多年来呢，是深受美国的影响，甚至呢被美国所左右，而且美国的它的力量是渗透在菲律宾的方方面面。咱就说在这个东盟里边啊，它这个菲律宾的特殊性就表现出来了。你就比如说吧，这个东盟这些国家，它这个只有菲律宾它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它是美国，其他国家都不是这样。而且菲律宾呢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各种争议也最多。当然了，菲律宾呢，它肯定现在还是要依靠东盟这个基本盘，要依靠这个大框架立足于东盟。小马克思目前的政策呢，它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方向。我们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呢，是在逐步的推进。这个代表性的呢，是我们和东盟这些国家之间正在推进这个南海行为准则。这时我们和东盟之间解决争议解决这种分歧是减少分歧的一个这种规则性的一种东西，它是可以具体实施的。从以前的行为宣言到现在的具体行为准则，这是往前走了这么一大
大步。据说呢，现在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详细和成熟的这个文件了。东盟各国之间呢，也正在这个审议。这主要其实也就是越南菲律宾和我们有一些这个争议的这些国家，在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而越南这方面呢，他对现在据说已经形成的这些文本呢，还是表示是可以接受。现在就要看这个菲律宾这边的态度了啊。菲律宾现在的各种军事调整、外交政策的这个变化以及未来的走向这些在这里边。未来它还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这样那样的波折是会出现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菲律宾怎么去处理南海行为准则这么一个事情，这个是我们中国和东盟国家，中国和菲律宾关系之中非常实质的核心之一。